中国老板小武瞧着保镖木头头和马提亚斯做饭的木炭快没了，食材也将见底，就主动找上马提亚斯，给他5万当地币，想让他俩去买点食材和炭，提前备着，别哪顿饭水都烧开了，才发现食材没了，那就喜剧了。可没想到，马提亚斯居然连忙摆手，不接小武递过去的钱，还拍了拍自个腰包，表示自个的钱还没花完。这让小武好意外，第一次见这么实在的非洲人，给钱居然不要，给钱都不要的非洲人，拿着去买点食材，买点木炭。嘿，给钱还不要，这两保镖今天要是不去买木炭，晚上铁定喝疯。在小武的坚持下，马提亚斯只收了1万当地币，让马提亚斯整这么一出，小武反倒不好意思了，都是讲究人。小武想跟着马提亚斯一起出门买木炭的同时，顺道给家里交点电费。估摸着家里上次充的电也快耗尽，得再备点电才行。生活在达累斯萨拉姆，充电费的方式和中国不太一样，这里的国家电网会给每家每户分发一台巴掌大的机子，用来蓄电和查余额，使用也简单，接通电源，输入007，剩余电费度数就可以看到。蓄电得在交费后才能完成，交费清单上有一串随机验证码，输入验证码即可。50度，家里就剩这么点电了，幸好提前看了一眼，要是等它消耗殆尽再去充，那这机子就废了，用完后再充是充不进去的。出门买炭，充电费。马提亚斯提着装木炭的大麻袋，潇洒地从小武面前走了过去，那小的色样让小武也是哭笑不得。马提亚斯和木头头不是第一个在外工作的马赛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马赛人在外都遇上哪些老板，他们门儿清。同样，小武也不是第一次找保镖，上了多少当，吃了多少亏，各种辛酸，只有小武自己明白。茫茫人海，能遇上对的伙伴，这是福报。拿小武的话俗气地总结此刻的心情，那就是我只要没事，就给他俩多买点肉吃，千万缕感情都化到肉里。实在人干实在事，买木炭。跟着马提亚斯到来卖木炭的地方，入眼就是破旧脏乱的厂房，可别小瞧了这块地。卖木炭的老板都是纯大户、有钱人，厂房门口的地上倒着一大堆木炭，购炭不上称，直接用桶称，桶就是国内工地上装涂料的大小桶，大桶2000当地币，小桶1000当地币。木炭老板人也实在，不管买大桶还是小桶，都给装冒冒尖尖的一桶。马提亚斯从腰包里拿出2张5000当地币，递给木炭老板，先花零钱，整钱收着。这马赛人和中国人花钱习惯如出一辙。木炭老板给马提亚斯装满5大桶后，马提亚斯发现袋子才装一半，钱脆，大气的自掏腰包，又拿出1万当地币，让木炭老板再装5大桶。出门前，马提亚斯只收了小武1万，但这会他却花了2万买炭。小武说没有触动，那是假的。拎着满满当当的一大包，三人去下一站买电费。买电费，买电费的地方和马提亚斯上次去存钱的银行外观很像，若是以中国人的习惯去观察，眼珠子瞪疼了都不会看出这是交电费的地方。临街铺子，当街那面是半墙墙砖，半墙剪一缕合金架子，架子到处都在掉漆。用户要买电，把电表号和钱从架子里递进去就行。这和国内宽敞大气的交费
一份靠根来计算，这里的薯条靠包来计算，分量多出国内太多。这边是用国内肯德基日常打包的那种袋来装薯条，每兜足足半袋。马提亚斯和木头头一人一兜，要吃就吃得过瘾。3份适合非洲人口味的秘制酱，3罐番茄酱，2 L 冰可乐，1大桶炸鸡，1摞纸，摆好，准备开干。就在木头头准备开吃时，小五又从身后摸出一瓶牛栏山陈酿白酒。上回炖猪大骨，小五贡献了瓶珍藏的二锅头，被粉丝笑谈那不是二锅头，是掺假的白开水。吃一堑长一智，这回提前先证清白，摇一摇，串起一溜水泡，证明是酒，再拧开盖，直接一口倒，辣劲瞬间窜满全身。大肉没有大酒，肉吃的都不得劲，有酒这味才全。42度的白酒，辣的小五整张脸都皱到了一起。小五赶紧抓起一块炸鸡压压酒劲，酒是一人一口，肉是一人一块，就着院子里的清风，3人大快朵颐地吃了起来。被辣椒腌透了的鸡肉在高温里一炸，格外的香，正合无辣不欢的木头头胃口。大口大口吃着肉，和刚才在肯德基拘束无措的木头头判若两人。看来还是家里自在，修裤子。木头头正在院子里做饭，小五拿着破口的裤子去找他。在大别墅外面有个裁缝小店，那是木头头好朋友开的。小五打算让木头头带着去补补裤子，照顾熟人生意。木头头绝对看上了这开裁缝店的美女，一到裁缝店，木头头就扒着门往里瞅。小五在后面拍了他几次，他都无动于衷。要知道，他的本职工作可是保镖，敏锐不仅是他的职业最基本要求，还是马赛族藏在血脉里的基因。拍几次都没动静，只能说明魂儿被开裁缝店的美女给定住了。木头头对开裁缝店的美女感觉不一般，这可不是小五第一次发现。前几次小五让木头头出来买点东西，这小子就不对劲。10来分钟的事，回会都要花上大半小时。有次被小五意外撞见，小五才发现木头头的秘密，原来他跑裁缝店和美女聊天去了。木头头居然还是恋爱脑，把老板丢在外面晒着太阳，喝着风，自己进裁缝店站美女身边嗨聊。小五怕裁缝店美女尴尬，见好就收，也没再打趣他俩。裁缝店美女用的缝纫机是中国过去的二手货，80年代风靡全国的那种款式，就一张桌子，吊着大大的肚子，用时将缝纫机从大肚子里拿出来，不用时放回大肚子里。这款对于国内的80后来说绝对不陌生。小五细看着缝纫机，发现手轮那零零碎碎的掉了好多漆，这是年头太久的见证，也是岁月的痕迹。美女接过小五的裤子，检查了坏的地方后，便把缝纫机架起来，换线，用肺部调机子。待缝纫机能够正常跑线后，换下肺部，准备补裤子。拿起小五的裤子，在缝纫机上摆好位置，美女轻转手轮，缝纫机的针就在小五的裤子上慢慢跑着，同时美女脚下小踏板不急不慢的上下翻滚着。看着这画面，唐时光穿梭回到了中国的80年代。此时的木头头正扒在窗外，两眼含情脉脉地望着裁缝店美女的一举一动，痴情、专注、羞涩、内敛。看着小五出来，又有些许的娇羞，眼睛一转一转，眉毛一挑一挑。木头头这在暗示小五，屋里人不一般。你呀你呀你呀你瞅瞅你，我得告诉你老婆。思想有松动，绝不可取。木头头两手扒着窗，可怜巴巴地望着里面，要有多纯情就有多纯情。小五实在看不下去了，递给他一枚500当地币，让木头头去付钱，算是硬生生给木头头创造了个亲近家人的机会。非洲的工作机会并不多，裁缝店美女自主创业做点小本生意，一个月能赚上300、400块钱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在这个城市里，还有许多青年创业者，有背着二手鞋走街串巷卖的小鞋商，也有背上一大包零食，走到哪推销到哪的油商。加油，这个城市的创业者
加油！在非洲像小五一样创业的所有人，